欢迎探索维多利亚生活。嘿嘿，也被我声音吓到了哦。今天这一集呢，又来到了网络散文时间。今天我们来看呢，男生跟女生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啊，餐厅到底要怎么选才不会踩雷？那这一篇呢，是我在脆上看到的。这位男网友是一个工程师啊，他跟一位女生呢，第一次约吃饭。这位男生啊，他非常用心，他就很认真的找了他觉得最好吃的其中一间拉面店。结果约会当天啊，他们在外面排队排了40分钟。啊，女生就有点不耐烦啊，她就跟男生说：“我们可不可以找一间好聊天的餐酒馆？”那这个男生呢，他就很认真的拿出工程师本色，跟大家分析说：“啊，这间拉面店啊，汤头是全台北前3浓的啊，CP 值很高啊，不吃可惜啊之类的啦。”结果呢，整场约会啊，气氛超级无敌冷的，那个女生从头到尾也没有吃几口。然后回去之后呢，甚至还发现动，屌了一下那个男生。这个男生就觉得很委屈，他就上网发文问说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呢？这位男生呢，收获非常多的回馈，基本上是大蜜蜂啊。有的网友说他是 AI 创作文啊，抄人家的文章啊，幻想文啊，这类的比较激烈的言论，在这里就暂时不谈。我在这边啊，就针对他的文章的内容来分析说，他到底哪些地方可以做调整。在开始讲之前，我必须先帮这位男生讲点话啦。这位男生啊，其实我觉得他是蛮用心在找餐厅的啦。只是呢，以第一次约会来说啊，他显然是努力错方向了。这也会导致说，这个女生呢，为什么到后来会这么不高兴？这个女生她的表现的方式算是比较外显一点啊。有的女生可能会比较内向，她也不会讲什么，她可能就默默不再跟你联络啊。这个也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啊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资格批评这个男生啊。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啊，第一次约女生，曾经带女生去吃校门口的控肉饭啊。而且那个女生呢，还打扮很漂亮，跟我一起去吃。对，这看起来超白痴的。现在想起来，我那时候其实也蛮不解风情的。不过啊，听听过来人的建议，我觉得对你总是不会有坏处啦。那以下我就来跟大家讲说，这个男生到底犯了哪一些错误，大家之后要怎么样去避免。第一个啊，第一次跟女生约吃饭的时候呢，最重要的是餐厅气氛好不好，能不能好好坐着好聊个天，环境是很舒适的，有冷气，不是说这个餐厅的食物好不好吃，这个其实不是重点。那有吃过拉面的朋友可能就知道，其实拉面店并不是一个可以轻轻松松吃东西放松的地方，都蛮赶的啦。因为拉面店通常他们都要拼翻桌率嘛，不太可能会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互相的聊天。那第二个呢，有些餐厅啊，吃完之后啊，身上都会沾着食物的味道像是火锅店啊、烧烤店啊，还有像这次拉面店啊，女生会蛮不喜欢的，尤其是第一次约会的女生，因为女生在这种状况下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真的她喷香水。如果你带她去一个吃完之后全身都是食物味的地方，女生瞬间就会觉得说整个气氛被破坏掉了，身上不太好闻这个其实也是不 OK 的。那在第三个，第一次约会绝对不要跟女生谈 CP 值的问题。这个会让女生觉得整个气氛瞬间被破坏掉，她会觉得你是斤斤计较啊，很不浪漫啊。算 CP 值并没有错啦，但是以第一次来讲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不要算得这么精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不知道女生个性怎么样嘛。在你确认女生跟你一样是认同会算 CP 值的这个价值观是 OK 的状况下你再跟她算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第一次啊，其实大家都还没有很熟的状况下，我会建议大家先不要计较这一些。那这边总结一下男生第一次跟女生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？第一个啊，食物好不好吃不是重点，选的那间餐厅气氛好不好，环境好不好，能不能够坐比较长的时间，可以好好的聊天，这个才是重点。那第二个啊，绝对不要去选那些吃完之后啊，全身会沾满食物味的餐厅。像火锅啊、烧烤啊，还有拉面店这一种的，第一次约会都尽量不要然后第三个第一次吃饭的时候，先不要斤斤计较钱的问题，不要跟女生算 CP 值的问题，这个是蛮破坏气氛的。那当然，如果是存心想要占你便宜的那种，你可能就要另外考虑是不是要继续交往下去了。那回过头来说啊，是不是跟女生约会就一定不能约拉面店、火锅店或者是烧烤店这些地方呢？我觉得其实也不是。不过因为这些地方不同人的好恶程度会比较两极化，所以我会比较建议，如果你想要约这些餐厅的话呢，你要先确定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稳定了，
然后刚好2个人也都是喜欢美食的，你们想要一起去探店，你们就可以去找这些店甚至你们一起排队，很热，挥汗如雨都没有关系。不过呢，在刚开始认识比较不熟的状况下，我会建议大家呢，还是尽量打保守牌，食物难吃没有关系，可以很舒服的坐着聊天，认识彼此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看我更多影片。最后呢，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能够帮助你顺利脱单哦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